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个塔利班这个到天津去取经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在他这次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塔利班派一个代表团到天津会见了中共的外交部长。那无非是要取得中共的支持，但是中共一字不提他和塔利班那些复杂的关系，他只是要求说塔利班不要再支持这个中国新疆的那些维吾尔流亡者。那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网站呢，是在中国叫做西路网站。这个网站说塔利班能够卷土重来，是因为在天津取到真经。那么这个西路网是中国一个为军方鼓吹大国崛起的网站，它内容是覆盖很多军事方面的，就全球军备啊、军事科技呀、武器啊、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军事历史、战争战役等等。那么这样的网站，它在中国如果没有军方的支持，它一秒钟都不能存在。所以应该讲，这个网站，这个是有军方背景的，但是呢，这个网站也不是军方的官方网站，所以它的消息呢，还有它的说法都是半真半假的。它主要的目标是忽悠中国国内的那些个军事爱好者。那么这次西路网的文章评论说塔利班到天津去，他夺取政权了。然后呢，就是塔利班靠中共教他这样做，这个说法我觉得完全缺乏可信度，因为塔利班其实很清楚，美军早就和塔利班签了协议要撤离的，所以他的撤军计划又不是什么秘密，双方都白纸黑字写在那里的。再就是塔利班也知道阿富汗的政府军他根本就没有战斗意志，所以他也不需要做大规模攻击，他只要摆出一个进军的姿态来，政府军就弃械投降了。所以塔利班是跟着美军撤退的脚步，很快就抵达首都了。那么这样做呢，其实蛮简单的，所以他也不需要中共来教，他就能做到。他对自己的局势是一清二楚的。那另外一方面，就塔利班也知道，美军在阿富汗最后的任务就是撤退外交人员和平民侨民，他没有必要非要去破坏这种撤退，更不值得为了破坏美国平民和军队的撤退而和美军打仗。那么很多台湾的观众以前可能没有关注过阿富汗一些很复杂的局势的演变，那么现在一下听到各种说法呢，可能会有点在意。我想下面先大致介绍一下这个阿富汗局势的由来，那么这里面也包含中共和阿富汗局势的历史关系，里面很复杂，大家听一下就好。但是呢，要了解今天阿富汗美国撤军的意义啊，还是需要一点这方面的背景知识。首先我要讲的是，阿富汗的国家不大，它倒是有过2次让这个世界大国撤军，第一次让苏联，第2次让美国。那是不是阿富汗很厉害呢？我会告诉大家后面，它很烂，烂到大家都不想留在那里。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塔利班和美国的关系其实远远不像现在这样那么简单。塔利班其实是美国扶持起来的，要这么讲的话，美国好像干了很蠢的事情。那么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的由来。那么1973年的时候，阿富汗曾经出来一个苏联支持的左派政府，那苏联是想通过扶持这个政府呢，去和中共作对。就是中共当时的盟友是巴基斯坦，苏联呢想把在阿富汗扶持一个左派政权，那么去跟巴基斯坦作对，然后让中共难过。那么1978年这个政权内部发生军事政变，那么上台的这个领导人呢不太听苏联的话，就被苏联的特种部队给暗杀了。以后呢，这个阿富汗的反政府武装就开始壮大。那么新的这个阿富汗的傀儡政权呢，就苏联的傀儡政权，他没有办法对付反政府势力游击战，就请求苏军出兵。那么苏联就通过派大批军队进入阿富汗，来打击阿富汗的反政府势力。那么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呢，美国就开始扶持阿富汗的抵抗力量，是抵抗苏联的。那么为他们提供反坦克飞弹，还有地对空飞弹。那么中共也参与进来，帮着提供了常规的轻武器。那么还有就是巴基斯坦和那个台湾叫那个沙地阿拉伯，这2个国家也帮助阿富汗的抵抗力量。
那么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呢，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从1979年到1992年训练了10万名叫做圣战者游击队。那么在一些穆斯林国家招募了不少志愿者到阿富汗去打击苏联军队，其中呢有一个人是个沙地阿拉伯人，叫本拉登，他的组织后来演变成了反对美国的基地组织。那么中共也曾经派军事顾问到阿富汗去帮助训练这个打苏联那些游击队，而且还在中国为阿富汗的这个抵抗组织开过训练营。那么最后是阿富汗的抵抗组织壮大了，苏军在阿富汗呢处于下风。1988年，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了，然后是阿富汗的这个圣战者建立了政权，但他们内部矛盾持续不断，不断发生冲突。然后是发源于阿富汗有一个南部一个地区的坎大哈地区的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运动，叫塔利班，就是它原来的意思是学生，在那个这个阿富汗这个现在塔利班这个主要的部族呢是叫做那个普什图族，这个族呢他们的语言讲学生就是塔利班，意思就是这是一个神学式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塔利班是1994年兴起来的，逐渐发展具有了政治和宗教武力的团体，最后是1996年攻陷了他的首都喀布尔，然后获取了政权。1997年呢改名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实行伊斯兰统治。但是呢，在阿富汗还有反对塔利班的其他部族组成的叫做北方联盟，占据了阿富汗的东北方地区和西面。那么塔利班和恐怖主义组织呢，有很多合作关系，因为他自己也算是这一类的组织吧，所以他给恐怖主义组织像那个本拉登的组织提供庇护和协助。那么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以后，美国和他的盟友就开始出兵这个打击塔利班势力，要这个直接打击塔利班武装统治。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塔利班政权被打垮了，躲到山里头去了。那么美军最初的目的就是逮捕本拉登这些恐怖组织成员，而且要惩罚塔利班，因为塔利班给他提供支持和这个保护。但是后来发现说，阿富汗情况比美国想象中要复杂得多。那么塔利班势力呢，还是在阿富汗各地活动，而且不断发动恐怖袭击。那么2001年的时候，阿富汗主要的反对塔利班的这些势力呢，在德国的保安集会，然后回国建立了一个政府。2004年10月是选出了一个民选的总统，但是呢，阿富汗仍然是一个极度贫困、军阀割据、政府腐败的国家。那么设在德国的有一个叫做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就是透明国际，这个组织是专门这个监督世界各国的政府的腐败的。它这个透明国际组织2016年有份报告讲说，国际社会为阿富汗政府提供援助物资金，大概有1%是被高官私吞掉的。那么阿富汗所谓的经济活动呢，基本上就是2方面，一个是海洛因的毒品的种植和销售，再一个就是它一些矿石，这个金属矿和非金属矿，它可以把这个开矿权卖给外国公司，其中包括大批的中国公司，那么从中收取一部分收入。所以对阿富汗这样一个经济高度畸形的一个内乱不断的国家，这些国内的问题美国是解决不了的。那么现在呢，刚刚垮台的这个阿富汗政府啊，它原来主要是依靠这个塔利班的死敌，阿富汗叫北方联盟这个支持。那北方联盟实际上是居于阿富汗北方的这个几个少数民族，大概占阿富汗人口30%。那这个塔利班的这个普什图族呢，在阿富汗也就是占40%，人口双方差不多。那么北方联盟呢，主要它的民族是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这2个族呢，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国家就是现在的原来俄罗斯的那个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那么这2个族也是属于军阀性质的。
那么他们组一个联盟，那么当这个原来那个垮掉的这个刚垮的这个阿富汗政府呢，主要是靠这一批北方联盟的少数族裔来维持他的统治，所以北方的少数族裔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他们当中的人呢，大量加入军警队伍，然后这个他们族裔的那个军阀的管理层就转任阿富汗政府军和警察的指挥官。比方讲，塔吉克族在全国人口中是占25%，但是他在原来那个阿富汗政府军队当中的军官，他的比例达到41%。那么在警官当中，警官的里的指挥官43%是属于塔吉克族的。所以与其说呀，这支阿富汗军警力量是听从中央政府指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话，你还不如说他实际上更听从军阀的指挥。那么阿富汗政府的名册上是军警一共35万人，真正点卯的时候看得到的人只有25万，还有10万空额。所以阿富汗军方是长期吃空额的。那么这个军费呢，就是阿富汗军队的经费呢，又是来自于美国的补贴，所以等于说是美国出钱养了这么一批这个没用的军队。那么这当兵呢，就是这个塔吉克族的人到阿富汗政府这边来当兵，就是为了混饭吃的。他们没有任何忠诚，也没有什么动机，这个动机也可以说是不纯的。他不是要为什么国家打仗、保卫国家，他就想这个挣一份钱，就跟这个民国时期国军那时候面对的共军，都是山里面的农民啊等等。这些人想去当兵，无非就是有一口饭吃。那阿富汗这个军队的士兵也不过如此。那么他们没有纪律可言，毫无纪律，也只关心个人的蝇头小利。所以大家不要把阿富汗当作现代化国家，把它往这种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去想，想的差一点、坏一点，就比较符合它的现状。那么阿富汗的军警普遍受教育程度很低。大概只有1/5的人可以读书写字，剩下人40%是文盲。那么对大部分士兵，美军当年训练他们，发现说，你还得教他认字。虽然成年人20-30岁了，他不认字的。那么这样的部队，他当然是暮气沉沉，训练也不足，没法打仗的。他们最擅长的是什么呢？是把美军给他们装备的美国援助他们的武器，偷偷卖给塔利班。自己赚一份小钱。那么阿富汗的警察呢，当地民众把他们看作是强盗，是最可恨的机构。原因是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美军在的时候，这些阿富汗警察就政府的警察呢，最感兴趣是从美军那里弄到汽油，然后呢说他们要警察开车巡逻没有汽油，找美军要汽油，要了汽油以后把它卖给塔利班，再赚一笔钱。所以塔利班一逼近，事先阿富汗政府就估计说有1/3的警察会带枪逃跑，逃跑又干嘛去？他们跑到各个地方上去，离开首都，离开城市，到地方去设卡，到路上设岗哨，为他自己收过路费。所以你可以发现说，阿富汗的警察和土匪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的。那么2001年美军进军阿富汗，打到2009年就没有什么结果。为了结束这场旷日费时的战争呢，2009年12月，奥巴马上任了以后就宣布说，6个月内给阿富汗增兵3万美军，要一举消灭塔利班。但是呢，完全失败。原因是这些阿富汗的兵啊，不管他是匪还是兵，这都是一路人，兵来为民，兵走为匪。这个研究中国历史的这个人恐怕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很普遍。就落后国家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因为当兵就能吃饭，就能有饭吃，不然会饿死。那么这些个兵也好，警察也好，匪也好，塔利班的这个游击队也好，都是贩毒为生，造反为这个他们的职业。
那么2011年的时候，美军在巴基斯坦找到了本拉登，把他击毙了。当然这个故事啊，真的假的，我们还要画一个问号，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资讯说可能不是真的。那不管怎么样，然后美军就开始准备把主力一步一步从阿富汗撤出来。那么到2015年，主要的部队已经撤退完毕了，这个住在阿富汗的兵力只剩下大概2000人，就这2000人留在那里，塔利班就没有敢进攻他的这个首都。那么这次呢是最后一批美军要撤离阿富汗，那塔利班立刻就发动进军，其实他也没有真的大规模也有组织的军事进攻，他就是开着汽车往城市点来了。那么8月15号进入这个首都喀布尔，重新就夺取了政权，就把总统的那个办公室给占。那么现在有一种流行说法，说美国输得太惨。那客观的讲啊，让美国输得太惨的，其实不是塔利班了，而是阿富汗政府。这个政府是在美国多年的支持下，但是腐败无能。美国过去在20年在阿富汗投入了800多亿美元，提供武器装备，训练军队，为阿富汗军队提供军费，但这是一支混饭吃的部队，腐败的政府。所以这次美军一撤，阿富汗政府啊，他不是和他的军队是立刻就地瓦解，他还真不是兵败如山倒，他就没有败过，而是兵散如雪崩，他就没有打仗，兵败如山倒，说打不过了，我垮掉了这支部队，他没有打，他自己就散掉，没了，消失了。所以塔利班进军各地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政府的军队不是纷纷的逃散，就是缴械投降。那美国之所以决定撤离阿富汗，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政府官员和军警，他其实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行。美国对这个阿富汗其实也无可奈何。所以这个2020年，就去年2月29号，美国和塔利班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签署了协议，就是美军当时承诺说14个月内全部撤出阿富汗。那么其实现在美军撤离的时间已经比当初塔利班和美国签的那个多哈协议推迟了几个月了。那现在批评美军放弃阿富汗的说法，其实一开始啊就忘掉了美军进军阿富汗的原来的目的是什么。美军去阿富汗不是为了帮助阿富汗什么扶持民主制度或者实现现代化等等，只不过是要打击在那里跟美国发动恐怖袭击那些恐怖分子的基地组织，去打击基地组织有关系的。那美军之所以扶持阿富汗政府呢，是因为当时美军一去，把这个塔利班政权就垮掉了。那么塔利班政权垮了，阿富汗必须还产生一个新的政权，那么这样的话就出来一个美国扶持的政权。那美国当然也没能消灭塔利班。那事实上呢，本来消灭塔利班就不是美军的目的，美军只是惩罚他。那美国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义务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政权背书到底的。像阿富汗这样一个政府和他的军队，他自己是靠腐败为生的，解决不了任何国内问题，对塔利班的威胁也毫无斗志，所以只是想在美国保护下混一天算一天。所以说他半个黑道也差不多。所以对美国来讲，用军力维持那样一个政权能达到什么目的？那究竟有什么目的吗？实际上什么目的都没有。所以美国其实知道的，阿富汗呢，这个原来那个就刚刚垮掉这个政府呢，如果是在美军撤离之后，他扛不住的。但是呢，美国犯了个错误，美国的大概是中央情报局高估了阿富汗政府这个原来刚刚垮掉这个政府它的自卫能力。今年6月，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说，阿富汗政府可能会在美国军队离开后的6个月内倒台，结果是6天都不到。刚才前面主持人讲到，